今天给大家带来几个重要的话题哈。首先呢，昨天美国跟韩国总统在白宫见面，那么谈了些什么东西哈？昨天其实这个谈判是非常受关注的啊，因为表面上的东西不多，但是水面以下的东西呢，我觉得很多。这第一件事哈。第二件事就是乌克兰的最新的动向。那么乌克兰跟丹麦联手做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现在虽然只是开始，但是确实预示了俄乌战争未来会走多远，会打多强哈。第三个就是今天的主要的话题，就是川普的一系列动作，包括他前无古人的叫做解雇联储局的一个理事啊，这是今天的美国新闻的头版。好，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这个，首先第一条新闻，那韩国总统李在明昨天来到白宫哈，见了总统，那么双方谈了什么？其实是广受关注。为什么？因为谈之前呢，他们俩见面之前呢，就是已经是硝烟弥漫了哈。那他本来呢当然谈的是这个主要的几个话题，一个是韩国的国家安全，一个是南韩跟他的国防开支分摊跟美国的分摊，多少钱给美国驻韩国的驻军，另外就是在7月底呢，双方达成的一个这个叫做韩美的贸易协定。那么细节到底是什么，要做一个全面性的讨论跟确认这是官方的。但是呢，在李在明去到华府的飞机上呢，他说我们难以接受美国就驻韩美军的战略灵活性。这是什么意思哈？什么叫驻韩美军的战略灵活性？就是美国目前部署在南韩的部队要有这个美国要有把它调动到朝鲜半岛以外其他区域的一个权利。这里头隐含的就是可能会参与台海战争哈，所以呢，李在明呢他不愿意啊，也就是说呢不愿意这个叫做让南韩卷入这样的一个风险。另外呢，他也说会因此削弱美军对北韩的阻吓力。但这个说法我觉得比较牵强哈，因为美军只是说我要有权利调动到别的地方去，不可能说把自己的本业不顾哈。这是美军在驻韩的主要的任务，这是美国自己就可以负责的，其实是不用你操心了。但他这么提出来呢，显然就是表示说找各种各样的理由，不想给美国这个灵活性。那另外呢，这李在明在这个6月份上台之后哈，那美军跟韩国的这种惯例的叫以之自由之盾的联合军演被大幅的削减。在军演前短时间内呢，韩国才提出来说，因为后勤的调整，所以呢我们不要搞那么大，搞得要小很多。当然这个原因呢，真正是原因就是李在明呢对北韩对这场联合军演的一个批评，他非常在意。大家知道韩国有两派，一个鹰派一个鸽派哈，李在明就比较属于鸽派，他比较希望跟北韩讲和，跟北韩怎么说呢，这个互通往来，那么不要跟北韩这个叫做强硬的应对。所有这一切，那另外呢，就是在政治上呢，李在明是属于左派哈，那跟这个前任呢，叫做是完全不一样的。对这一点呢，川普其实是心知肚明啊，他怎么回应呢？我们待会儿说川普怎么回应，他回应的方法也很有意思啊。第二个，在两个人见面之前的事情，就是说在7月21号出现一个事儿，叫做韩国的特别检察官叫赵恩硕，突然带着一大堆人闯入由这个叫做韩美军方共同营运的一个军事基地的主控和报告中心。那美军猝不及防一下挡不住，他就进来就拿了一些资料走，其中包括美国空军 U-2侦察机的叫做机密的雷达数据和讯息。那这个举动呢，就违反了驻韩美军的地位协定，这个双方的协定，因为你没有事先知会美军，你来这个地方你得跟人家先说。那美国认为呢，这不是一件偶然事件而且严重的损害了韩美联盟的一个互信。那美国马上就报复本来在当天要举行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韩国国家就是国家安全顾问嘛，叫叫魏胜洛的会议，那可能是网上会议马上取消。第二呢，就是这个韩国、日本呐，这个叫做美国呀，还有谁呀？我都不太知道。澳大利亚什么2+2的贸易会议韩国的代表团在韩国准备登机赴美的前一刻，被通知说别来了，会议取消。所以美国是很不客气的。那川普在见到卢泰愚之前，对不起，李在明之前就公开跟媒体说，我听说在过去几天，韩国的新政府对教会，他讲的就是韩国的基督教会进行了突袭，他们甚至进到我们的军事基地，并且拿走情报。我会去了解清楚，我们绝对不会容忍这种事情。所以呢，川普就表明说要跟李在明当面讲清楚，而且对这件事情要严格的惩罚，并且追究责任。
这就是两个人昨天见面之前的这些个风云呐。然后呢，两个人见面了，李在明一进到白宫的椭圆办公室，马上就讲川普好话哈，说哇，这个办公室看起来非常明亮和美丽啊，拥有美国的尊严啊。他还说，我觉得美国正在再次强大起来。那李在明跟川普说，我想请您在实现这个朝鲜半岛和平方面发挥重大作用，并且希望呢能够在北韩来建一个川普大厦跟这个金正恩一起打高尔夫球。这就是他的这个方针呢，一直是想跟北韩这叫做讲和嘛，对不对？互通友好，我们都知道这叫与虎谋皮。当然了，这是他们这个一贯的这个主张。川普跟他谈了哈，结果昨天谈了什么？所知不多，但是有一点知道。川普这么说哈，他说：“这个位于南韩这个京畿道的平泽市的这个乌山空军基地呀，我们花了很多钱啊，你们也花钱做了贡献。那现在我们别租了，别让我们租了哈，这个基地就给我们怎么样？意思就是说，把整个基地的所有权拿到美国手上来。”川普这么说啊，那就是针对李在明说的那个什么驻韩美军不能外调啊等等之类的哈，以及说跑到这个美军的控制中心拿数据。如果这个基地完全由美国拥有，那第一，韩国你就再也不可能欺上门来，或者突然欺上门来了，这第一件事。第二件事，你不让我部署，因为就是用你的基地、你的资源，对不对？那现在整个基地归我，就没你什么事儿了。这是我的解读哈，所以呢，川普其实出手就是一个釜底抽薪。你要我保证韩国的安全吗？你把军事基地给我，完全给我，并且呢，昨天呢，这个川普呢还施压韩国要支付更多的费用来承担驻韩将近3万美军的驻军的成本。所以川普是不是很厉害啊？我现在不知道哈。这个李在明怎么回答的？他肯定说回去商量商量啊。但好像韩国的这个统一部长马上就要飞到美国来再来谈。总而言之吧，韩国是很紧张哈，所以看得出来，这个川普对这个李在明其实是针锋相对的。当然了，今天的这个媒体的硝烟并没有这个显现出来哈，但双方谈得如何，现在很奇怪，知道的并不多。但是我们都知道哈，所有在媒体表面上看到的都是叫鸭子划水哈，你看着表面上很平静，下面呢划得非常的厉害。好吧，相关的消息我相信一定会逐渐的透露出来，到时候方伟呢再跟大家做详细的解读。好，下面我们讲一个事儿啊，一个其实是一个今天发生的动作，也就是8月22号、8月26号，乌克兰宣布跟丹麦达成叫做历史性的协议哈 （historic agreement）。那么在签署为期10年的安全协议的基础上，丹麦开始为乌克兰生产乌克兰自己的武器。那哪些武器呢？首先就是155毫米的自行榴弹炮哈，这个乌克兰话叫做博斯达纳，以及说给乌克兰生产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巡飞弹，对不起，叫巡飞弹。什么叫巡飞弹？就是自杀式的无人机和电子作战系统。这个博赫达纳呢是由乌克兰自行研发的155毫米的自行榴弹炮。那么现在在这个俄乌前线是广泛的使用哈，它其实也是模仿美军的这个榴弹炮做的，它的射程是40到60公里，所以基本上是涵盖前线的主要的这个前线地带哈，并且跟北约的标准相容哈，所以北约的这个炮弹它可以直接用。这个武器呢是2014年顿巴斯冲突之后呢，俄国为了应付这个乌克兰为了应付俄军的火炮的优势而加速研发的成果，那就是等于是乌克兰自己的武器。那现在呢，在乌克兰建立兵工厂是容易受到俄军的攻击，所以呢，现在呢签一个协议移到丹麦来。那这个在丹麦的兵工厂钱从哪里来哈？这个钱呢就是欧盟冻结俄罗斯的资产。欧盟手里动了他3000亿啊，那么这个资产里头拨出来的来建这个兵工厂，就是用俄国的钱在丹麦的土地去造乌克兰的炮去打俄国，就这么一个架势。那么这个对于乌克兰意味着什么呢？我先说一下这个在丹麦这个国家，丹麦这个国家其实很厉害，你别看它是个小国，北欧小国，它的工业基础跟能力在欧洲排名是前5名啊。那么不光是如此，它是一个欧洲工业强国，它的创新能力在欧洲是第1名。它的工业竞争力在欧洲也是第1名，全球创新力是第5名，所以呢，这丹麦其实是一个就像个小德国一样哈，甚至我觉得现在已经超过德国了。德国现在真的是作为一个传统的叫做工业大国，它的工业能力
这真的是日渐衰减丹麦这包括丹麦也包括瑞典了，这些北欧国家现在还是蛮厉害的。所以呢，丹麦跟乌克兰的这种叫做军火结盟将大幅提升乌克兰的军备能力，那么让乌克兰自主创新的军火工业能力可以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复制。那俄国我们现在都知道你不管说昨天这个万斯总统怎么去说他看法很乐观，那俄国是不情愿讲和的，这起码是我看到的那乌克兰这边呢也不可能被轻易打垮，你看他做的这些个外交的这个动作也是相当有创新性，所以双方的消耗战呢肯定还要持续一段时间，这是我的看法我们到时候看到底会如何。好，那么这个下面呢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川普签行政令废除无现金保释，这什么情况这个川普总统呢，在8月21号签署这个行政命令，那么结束在在华盛顿的乌克兰，在华盛顿特区的无现金保释。什么叫无现金保释？叫 no cash bail 并且试图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这个措施。那这个行政令说什么呢？说联邦政府要审查这个不放弃无现金保释的司法管辖区的联邦基金的这个投放。什么意思我来解释一下，先说一下什么叫无现金保释。那说这个之前呢，先说什么叫保释。保释就是被抓到的嫌疑人，对吧？被逮捕的嫌疑人，你到了这个被抓到最后被判决这个判刑之间的这段时间，你是不是要关起来呀？你要不想关的话呢，你就交钱这就叫交保，对吧？我们都知道。那无现金保释的意思就是说，那很多的民主党人认为说，那么这个穷人这个叫做黑人或者说有色人种他们没有多少钱，你让他交这个保释金，他没钱，增加他的负担。所以呢，就是推出叫做无现金保释这么一个政策，这样可以减轻他们的负担，认为这个保释金过于严苛。哇，这个说法你同不同意当然，什么叫保释？保释就是拿钱去保嘛，对不对？保着释放出来，无现金呢还叫什么保释呢？那完全就是放出来而已这就是在美国现在很多城市都是这么做的。整个伊利诺州的126个城市全部是无现金保释。伊利诺州是个无现金保释州，那其他半无现金保释州或者减低这个保释金，像新泽西、纽约新墨西哥、华盛顿特区和亚利桑那、阿拉斯加、科罗拉多、肯塔基跟马里兰都这么去做。另外呢，就是无现金保释的城市包括什么呢？纽约市、费城市、亚特兰大、洛杉矶县的圣特克拉拉，还有北加州的旧金山，都是实施无现金保释。无现金保释什么后果我们就用常识推断，大家知道这个管理治理要讲一句话叫奖勤罚懒，做对的要给你奖励，做坏事要给你惩罚。什么叫无现金保释？就是虽然他做了坏事，咱们对他轻一点，用白话说，我看到就是这叫做纵容犯罪就因为是穷人、是黑人、是有色人种就不要那么严厉，不要那么惩罚吗？你不缴钱那还叫什么保释呢？对不对？那说白了就是什么叫无现金保释，就是抓了就放的意思那么这个做法就是助长犯罪。那事实上在这些城市，我给大家说的这些城市全都是这个犯罪都很强增长都非常强，特别是整个伊利诺州是无现金保释州，所以芝加哥的人口只有纽约的1/3它的这个叫做这个凶杀案是纽约的4倍。就这么厉害，大家知道纽约已经是个不安全的地方，芝加哥就这德行好，那么川普怎么办呢？他的无现金保释的行政令怎么办？第一，在 DC 叫做不许做无现金保释，因为 DC 是联邦政府做下的城市嘛，所以川普可以直接管得到。那其他的地方呢，你要管就管不到了，因为地方政府他管得下的范围和他的行为，联邦政府不能直接管。那这就是川普的行政令的意思，他就说我不能直接管，但是我不给你钱，如果你做无现金保释，我就不给你联邦经费。大家知道美国这个国家建立起来的概念叫做小政府大社会，联邦政府不要管那么多的事情，就管国防外交、州与州之间的贸易，那么国家之间的贸易就行了。但是呢，随着时代的发展，那联邦政府什么都管变成一个大政府，政府是到处花钱教育医疗住房补助食物券治安等等，全国到处都在拿联邦政府的钱。那这件事情呢，在我看是个坏事，但现在反而成了联邦政府手中的一根杠杆一处杠杆。川普知道怎么用这个杠杆，你要我的钱是不是那就得听我的话。我虽然不能直接管你，但是你要是不按我说的做的话，我就不给你钱。所以当初这个川普治哈佛就这么治的治哥伦比亚就这么弄的，包括美国藤校现在都面临这个问题那么现在就是变成说，所有
各个州、各个城市，你要拿我联邦政府的钱吗？你就必须废除现金保释，否则我就不给你钱，你就自己掂量着办吧。这就是川普这个政策的意思哈。好，那么下面呢，这是这条新闻，下面讲今天主要的话题哈，叫川普解雇联邦储备局的理事，那么开历史的先例说这个事情之前呢，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再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大家在这里放心看方伟的节目哈，第一时间了解在中国、在美国发生的事情呢，就是因为您要么人在海外，对吧？要么知道怎么从国内翻墙，但是真正能够翻墙成功的人，不到中国网民的5%，而一个国家要发生改变呢，最重要的是，那么要有5%的人能够试图想做这个改变。那么对于中国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中国的老百姓要可以冲破中共的防火墙，看到关于中国和世界真正的真相。现在呢有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哈，美国的华人科技精英就开发了一个叫做一链翻墙的新渠道，那么可以帮助成千上万没有技术背景的和翻墙经验的中国朋友来到海外，包括看到这个节目。那么他们只要收到一个链接，点击一下就可以来到海外，而且他们翻墙之后，他们都在看翻墙以外的内容，都不知道自己翻墙，所以呢，他们对他来说没有风险、没有费用、没有安全顾虑，也不需要任何的技术能力。大家觉得这个好不好？但是这么强大的翻墙工具呢，能够打破中共的干扰封锁，那么它的运作费用呢是很高的，需要海外的朋友一起来帮助支持。我评估了这个工具之后呢，毫无保留的把这个推荐给大家。那么除此之外呢，我还要请海外的华人朋友解囊相助来帮助这个项目。那么怎么帮呢？如果我们每个月能凑够2000元，就可以为国内的朋友提供100个不间断的翻墙链接，让他们1个月30天，一天24小时都可以随时一链翻墙。中共的网警跟防火墙是挡不住的。那么现在呢，前两个2000元，对不起啊。已经凑到了我这里要说谢谢大家。那所有捐款的观众朋友都会收到每个月国内朋友网友翻墙的数据报告，让您第一手了解您所这个捐助的善款所产生的效果。那现在呢，我们在募第三个2000元，也就是说拿到第300个这个叫做免费的翻墙链接。那我的目的是，我想这个月能募到500个说实话，我们人在海外，那么呼吸自由的空气，但国内的同胞却没有这个条件。我认为呢，海外能够为中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给他们送去资讯自由。所以呢，我们的善款会通过这个项目给中国送去自由的空气。好，如果你相信我的话，就请支持这个项目，这是我们今天能够为中国做的最好的事情，也是一个功德无量的善举。我就先替中国大陆的朋友谢谢了，特别是已经捐款的朋友捐了前面2000元的朋友，非常谢谢大家。好的，那我们这就是相关的链接在下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好，我们今天讲今天的主要的话题。川普解雇联储局的理事，开历史先例，怎么回事呢？在昨天周一，川普宣布撤换联储局的这个理事，叫做 Lisa Cook， 她的职务这个联邦这个叫住房金融局叫 FHA FHFA， 它的局长叫普特尔，在8月15号就发表一个声明，说这个Lisa Cook 可能在一份或者多份房贷的协议上做出虚假陈述。什么意思？就是说呢，在前一阵这个 Lisa Cook， 她把她在密西根的一处房产填成她下一年的主要的叫做 primary residence 主要的居所。2周之后呢，他又签署另外一个文件，把他在乔治亚州的另外一个房产也说成是下一年的主要居所，就是2026年在美国你申请房贷的话，申请文件呢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一个金融的合约。如果借款人呢，那么故意做出虚假陈述，就可能涉及欺诈和民事的违规。那一般呢，第一住宅那么它的贷款利率比较低，那第二住宅或者度假屋或者出租房的贷款利率比较高。所以呢，你在多州都说你是第一住宅，首先是说瞎话嘛，你怎么可能同时住在2个地方呢？但是呢，你因此拿到的贷款利率就会比较低。那普特尔局长就指控 Lisa Cook 的涉嫌房贷欺诈，表示要把案件移交给司法部做刑事调查。那川普就呼吁前几天就呼吁说库克应该因此自行辞职，但是呢，这个库克不理然后川普昨天就宣布说，我就撤掉他的职务。川普在给库克的信件中强调说，他已经有充分的理由，那么这个认定
这个 Cook 在金融事务的欺诈行为和潜在的犯罪行为，我不能，他说他们不能，我也不能对你的诚信继续抱有信心。好，那么总统撤掉联储局的理事，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啊。联储局呢，它是一个独立机构总统可以任命，但是不能随便撤。要撤的话，要有个叫做 for cause， 也就是说要有理由。什么理由？要么他不称职，要么他玩忽职守，要么他造成重大伤害。OK， 那川普指出的理由就是说你玩忽职守，你作为一个联储局的理事这个国家掌管金融的人，连在自己的金融问题上这个说瞎话那这一点就是你的玩忽职守，叫 neglect in duties。那库克就公开回应说，他绝不会因为这个有些人在推文中提出的某些问题就辞去职位，他就坚持不退。因此呢，很可能库克会把这件事情告上联邦法院。所以这件事情呢，就马上成为一场法庭战，或者这个国家大家要看的一个核心的一件事情。我在这里先说一下，要说一下联储局怎么运作的。大家知道联储局呢有一个核心，这个核心就是它的联储局的那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叫做 FOMC 叫做联邦开放市场委员会Federal Open Market 这个 Committee。那么联储局我们都知道管两件事情，一个是管美国银行之间的拆借利率，第二呢就是管美国利率第二就是在公开市场上买卖国债。那么联储局有7个理事英文叫做 governors 都是由总统任命的。那 Lisa Cook 呢就是拜登总统在2022年所任命的。那现在7个理事中有3个是川普任命的，都是在第一任任命的另外4个是拜登任命的。那么当然川普任命的3个，其中包括联储局的主席就是鲍威尔那这个但是呢并不是这7个人呢说了算，另外还再加上纽约联储局的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因为纽约是个金融重镇，所以他这个行长总是在里头有一席之地的，再加4个美国在11个区域联储银行的行长中这轮换找出4个人来，所以7个加纽约1个再加4个12个人，这就是联邦叫做开放市场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这个总数，所以由他们来决定那川普现在呢，他有一个趋势，我看到他试图把这些人一个个换成听他话的人这么说吧，跟川普的经济政策保持一致的人。好，那么现在呢，就是说我说他其实把它撤掉的原因是因为申请这个叫做什么来着住房贷款的时候说2个都是我的第一住宅，就这么个事儿。其实这么个事儿涉及贪多少钱，你要折换成钱的话没多少钱，就为这么个小事堂堂的联储局的理事就被罢官，这是怎么回事呢？这里头的背景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讲的是美国的为官之道美国的为官之道在美国建国的时候就订立了2个原则。第一个叫做低薪养廉。我们都知道，在这个苹果所在的加州的叫做非常繁荣的小镇叫做 Cupertino 那么 Cupertino 的这个市议员跟这个叫做市长每个月拿多少钱，拿多少工资，大家知道吗？不是8万800块钱，800块钱，所以只是管他的午餐费，开会的午餐费，管他的汽油钱那么在德州州众议院的议员每个月拿多少钱？600块，不是6万块，600块所以呢，这就是美国的为官之道的原则，叫低薪养廉。因为做官已经是非常有荣耀的事情了，不能再给高薪，否则就会吸引坏人来做。所以国父当时定下来就不能这么干。第二点是私德要好，因为官嘛，对这个国家影响非常大什么样的人来做官？第一呢，工资不要给高，让不为钱的人会来做官，这第一点。第二点，评价一个人能不能做好官，就看他的私德。什么叫私德？私德就有别于公德，对不对？公德就是在公众面前他的这个德行，公众面前大家都可以装但是呢，如果私德很好，就私下里生活没有瑕疵的话，那你的功德就一定好，就是没人看着你的时候，你是个好人。那有人在众人面前，你更加是个好人川普在椭圆办公室呢，就告诉这个媒体，这是在李在明见面的时候，川普说，北京现在呢已经垄断了全球的磁铁市场。那川普认为说，磁铁供应问题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是至关重要，尤其是在航空领域其实不光航空高科技这个叫做
武器方面啊，等等都是这样的。所以川普昨天就警告说，在美中两国的贸易关税休战之前，北京必须向美国供应磁铁，否则我们就得会向他们征收200%的关税或者类似的惩罚。川普说，我们手里的牌比他的更大更好啊，他们有一些牌，但是我们则有不可思议的牌。川普怎么说哈？他说我现在不想打那些牌，但是如果我打了，那就会摧毁中国啊。他举了个例子，他说中国现在200架波音飞机飞不起来，因为我们不给零件，他们就只好停飞。他说我们不想那么做，所以我们把零件给了他们，他们现在又可以飞起来了。另外，川普也谈到了中国留学生的问题。那今年5月，我们都知道国务卿卢比奥啊，在这个就宣布说要计划积极撤销中国公民的签证，特别是那些和中共和研究领域有关的这个留学生的签证。但是昨天呢，川普就调整了语气，他说自己一直都赞成来自于中国的留学生。川普对记者昨天说，我听到很多传言呢，说我们不会允许他们的留学生来，但事实上我们会允许他们来，这非常重要，我们会让60万留学生来，我们也要跟中国相处得很好。那目前大家知道，在美国的学校里大概有27万名中国留学生，那么怎么会说到60万？这是哪一出哈？你觉得是哪一出啊？其实我觉得这只是川普的谈判手法。美中两国的这个经贸关系现在根本就没有搞定，没有搞定的原因是因为川普要先忙别的事情，包括俄乌战争。一旦搞定之后，川普会回头来解决美中贸易问题。在这个时候呢，川普一定要安抚住中共，不要闹腾。所以呢，我觉得无论是关于说这个叫稀土磁铁他的讲的话，以及说包括这个留学生这方面的开放，我认为川普讲的只是一个谈判手法。所以现在媒体当个事儿特别来分析啊，我觉得未必是那么回事儿，这我的看法啊。我们到时候看到底我说的对还是不对，这是我的解读。因为就是谈判嘛，漫天要价就得还钱嘛，这一点就是出于川普开出他的好处，去吸引对方，那么继续往下谈的一个手法。好，那今天就跟大家说到这里哈，这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新闻，感谢大家的收看。那我们今天晚上这个特别节目做一个预告哈，今天晚上的7点钟，那我会跟唐靖远先生一起做一个关于一个中国问题，也就是说中国现在到底政坛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水面以下在发生什么变化。那么在美国这方面呢，会专门谈一谈美国这个焚烧国旗下面的美国言论自由的一个深层的一些内容，好吧？这个节目呢叫做今天第一次开播啊，今天晚上7点钟，叫做远方对话，唐靖远跟方伟的对话，叫远方对话。好，请大家能够，如果喜欢看这个节目的话，朋友或者期待的话呢，大家能够订阅这个节目，可以收到通知，好吧？那就这样了，晚上。